八旬老人架起狙击枪，瞄准侵犯孙女的3个混蛋，本可以一枪爆头，可准竟却缓缓下移，对准了男生双腿间的香槟。9塞还没有拔出，老人就扣动了扳机，没收了他的作案工具，鲜血飞溅到脸上，接着便是痛苦的惨叫。见事情办成，老人穿好衣服，捡起地上的子弹壳，不慌不忙地来到公园，继续观看老伙计们下棋，直到救护车赶来，亲眼看着男生被抬上担架，老人才吹着口哨离开。因为案件牵扯到儿子，警察局局长格外上心。外界传言是香槟爆炸导致的伙伴消失，但局长看着沙发上的窟窿，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他询问儿子有没有听到枪声，可禽兽当时被吓破了胆，到现在还没有缓过神来。事后虽然确定了是枪伤，可局长还没来得及深入调查，老人这边又开始了行动。这次的目标是流氓，他买了辆新车，整天在路上炫耀。而老人故技重施，先是看下棋，再是上厕所，然后去楼上架起狙击枪，依旧没有选择爆头，而是瞄准了汽车油箱盖。随着扳机扣动，汽车瞬间爆炸。流氓虽然及时跳车，可大火已经引着了屁股，根本就扑不灭。消防车很快赶到，喷了大量泡沫才将火灭掉。流氓这边也经过民众抢救，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，可惜落下了终身残疾，那东西再也没法作恶了。而老人收拾好现场，趁乱混入人群，当起了吃瓜群众。由于受伤的2人都是侵犯过老人孙女的畜生，这引起了警察阿伟的怀疑。不过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深深看了老人一眼。事后，局长带着人检查车辆，很快就发现了爆炸原因。他也大概猜到了是老人在复仇，于是连忙回到家，警告儿子最近不要出门，不然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禽兽听后吓得不轻，神神叨叨地拉上窗帘，蜷缩在沙发上不敢乱动，生怕被突然爆头。而女孩见仇人接二连三出事，以为是上天在帮她惩罚坏人，心情瞬间变得大好。家里有人敲门，也敢勇敢面对了。而阿伟这次来是想找老人聊聊，劝他不要再一错再错，可女孩却告诉他爷爷不在家。阿伟本想着进来等一会儿，却偶然看到一串钥匙，女孩说这是姑姑家的。阿伟听后若有所思，临走时悄悄顺走了钥匙。很快，局长带着手下来到老人家，一顿疯狂搜查后，什么都没发现。就在他要走人时，房门突然被敲响了，原来是姑姑出差回来了，她想拿回自己家的钥匙。局长疑惑地扭过头，看着满脸唏嘘的老人，他知道事情有了转机，而老人也深知自己完了。众人来到姑姑家，局长撩开窗帘，果然是最佳的狙击位置，那么凶器肯定也在这里。此时老人已经紧张得满头大汗，可奇怪的是，搜遍了家里所有地方，并没找到任何枪之类的武器。老人见状也很纳闷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Это ты. Я знаю, это ты. И вот что я тебе скажу, народный мститель. Если с моим Вадимом что-нибудь случится... Поздно. Что поздно? Поздно спохватился. Уже случилось. Что? Что ты сказал? Что ты сказал? 这时的局长以为儿子已经遇害，匆忙地赶回家，疯狂地拍打房门，见里面没有回应，拿出手枪就要破门，谁知还没等他动手，枪声却提前响了，局长应声倒地。原来禽兽并没有遇害，老人最后也不打算害他了。而之所以告诉局长那些话，是因为他知道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果然，禽兽已经被吓得神志不清，成了个疯疯癫癫的傻子。刚才局长疯狂拍门，他以为门外是找他报仇的老人，于是果断开枪打死了自己的父亲，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影片最后，老人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始终让他想不通的是，那把枪自己明明放在了柜子里，可为什么凭空消失了呢？而就在这时，阿伟突然把他邀请到了家里，并拿出了那把狙击枪。没错，这就是当初他顺走钥匙的目的，一是为了阻止老人再次犯错，二是作为一名警察，他深知自己存在的意义，他保护的是受害者，而不是让施暴者逍遥法外。最后那把枪被阿伟以收缴的名义销毁，但他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，出于良知，也心怀正义。